毫无疑问，魅族18 Pro 采用了目前安卓阵营最强的旗舰级处理器骁龙888。高通最强的手机芯片，首先是5纳米制成的骁龙888。骁龙888被誉为旗舰中的旗舰，顺利大突破5纳米的工艺，功不可没。那它的性能到底有多猛呢 ？CPU 的性能提升了25%，图形渲染能力和拍照的图形处理能力，最高也都提升了35%。但更重要的创新在于哪里呢？在它有一个真正的超级大核。我们特别推出了 One-Man 888，最终实现了对888超大核的功耗和性能的掌控。讲了这么多参数，如果你听不懂没关系，只要记住呢，飞龙在天。回看前2年各家发布的一系列88机型，发布会上呢，个个都把自己吹成了驯龙高手啊！实际到底怎么一回事？相信用过的小伙伴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啊！所以说不要动不动就说88没翻车，不管是哪家的88，体验呢都不咋地。但是没想到这火龙88都发烧2年了，这个时间点，荣耀发布了一款号称是冷酷旗舰新、满帧战神的88机型啊！所以说大米也是比较好奇，这 X40 GT 是真有什么优化黑科技，还是和其他厂商一样 PPT 吹牛逼？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实测吧。既然 X40 GT 主打是游戏性能，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游戏实测。王者荣耀 1080p 90帧模式 ，X40 GT 平均帧率呢是89.4帧，机身最高温度只有38.9度，功耗呢只有3.1瓦。好家伙，这个功耗表现都要比骁龙8加强了，而且关闭抗锯齿鼠毛竟然没有降分率，牛逼牛逼！但是我们一般测试王者荣耀都是开着抗锯齿测试的啊，此时 X40 GT 的游戏画面就明显要比正常的 1080p 渲染模糊一截了，而且系统中呢也没有给到控制不降分辨率的开关。原神的情况稍微复杂一点啊，前面一个系统版本我们测试的时候和王者荣耀一样，关闭抗锯齿静态鼠毛呢没啥问题，但是开了抗锯齿，画面明显就要比正常的720p 渲染模糊了。升级到113版本之后，开启抗锯齿的情况下，动态画质和静态画质我们对比了一下，基本呢也没啥问题。当然后续系统更新会不会降回去还不好说。20分钟游戏平均帧率呢是50.3帧，后面呢会阶段性锁到40帧，整机光呢是6.1瓦，机身最高温度呢是50度左右，游戏过程中屏幕亮度呢也是强制降到了155尼特。CPU 的调度方面，游戏前半段中核和大核基本保持在 1.55GHz 左右，但是因为限制了最高频率，遇到高负载场景 ，CPU 呢无法进一步提频，会导致卡顿。后半段会阶段性锁到 1.21GHz 和 1.19GHz， 刚好呢应对锁帧这一段。总的来说 ，X40 GT 原神的平均帧率数据上来看，在888机型里面确实是很强了，毕竟是单层主板也堆了散热。对比魅族18 Pro， 平均帧率呢是43.2帧，整机功耗呢是6.2瓦。接下来来看一下日常的处理器性能调度环节，程序打开加载的时候是 2.42GHz 加 2.69GHz， 应用内则是根据不同的 App 做了不同的频率调度策略啊，比如说运行酷安时最高可以达到 2.23GHz 加 2.38GHz， 而淘宝内呢最高则是 1.88GHz 加 1.9GHz。用 J-Benchmark 测试，单核呢是742，多核呢是2945，大概是778G 的水平。日常的流畅度上来说 ，X40 GT 其实优化的还不错，比如说后台任务切换、打开或者关闭用比较少出现掉帧卡顿问题。当然，这点其实也和系统砍了一部分动画有关系啊，比如说应用打开的动画都是傻快的效果啊，和返回桌面动画呢完全不是一个节奏，看着呢不太舒服。部分动画细节呢也做的不太完善，比如说多任务卡片的2角呢显示不太一致。总的来说啊 ，X40 GT 日常的调度策略作为888机型来说还算合理啊。为了避免日常使用各种发热，让处理器呢运行在一个中低频区间，然后通过砍系统动效来保证流畅度。在这个频率区间下，88中核大核的能效呢其实还可以，不会像高频区这样功耗能效直接崩坏。而游戏环节888还是那个88啊，体验上来说和满帧战神啊其实没啥关系。中低负载王者荣耀强制降画质，高负载游戏体验呢依然是比较糟糕，屏幕容易降亮度，机身温度呢也不太理想。所以啊，驯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大家也都清楚了。手机处理器能效受工艺制成、架构、频率等多个因素共同决定，软件方式能够改进的无非是调度策略、温控等等，去做一定程度上的功耗帧率优化，但无法让火龙变成冰龙。要是真的能不牺牲任何画质，大幅提升游戏帧率，降低功耗，那高通估计也不用急着把8件一从三星4纳米换成台积电4纳米了。至于各家发布会上吹的这个原神满帧之类的，大家看看就行啊。演示 PPT 呢是不会告诉你具体的测试画质和测试方法的。打个简单的比方，我原地不动，怼着没有渲染压力的墙体，可以叫满帧运行啊。全程降分辨率，走路的方式进行跑图，也可以叫满帧运行。但确实呢不具备实际参考意义。聊完了性能调度，接下来我们来简单聊一聊这个机子其他方面啊。虽然说88和电竞呢没啥关系，但这次呢 X40 GT 的后盖造型还是挺有电竞手机内外的。星环相机模组造型，中间呢是一个大大的 GT 英文，后盖有做类似于碳纤维纹理的镀膜，配合绿色的装饰条，还是相当电竞风的。
就是这两个凑数针孔摄像头看起来比较尴尬。屏幕的左右上边框宽度控制非常不错啊，别说在 LCD 屏阵营里面，就是放到 OLED 屏幕的旗舰机阵营也是不算差的。而且屏幕周围呢没有塑料支架，中置挖孔，屏占比在这个价位表现呢还是不错的。缺点呢是下巴放在同级别机型里面还是宽了些。当然，细心的小伙伴也能够发现，这台机子设计上其实和荣耀 X30一样，套了个娃 ，ID 设计放在这个价位来说确实还算不错。但上手之后呢，全塑料机身的廉价感就暴露出来了。而且后置摄像头星环这一圈和中间呢还有缝隙，比较容易沾指纹卡灰尘。星环这一圈绿色包裹条呢也是塑料材质啊，就质感来说还是对不起2000块这个价格的。这块 LCD 屏最高支持144赫兹的刷新率，开启刷新率最高档位之后，大部分应用呢还是120赫兹模式下运行。实测高刷策略还是比较接近的，视频类、短视频都能够到120赫兹，锁60赫兹只有地图类 app。高刷策略这点给好听。但屏幕素质放在这个价位来说就是短板了。实测6个区块平均峰值亮度呢是499尼特，而且可视角度比较差，稍微倾斜一些屏幕亮度呢就会大幅衰减，户外强光下肯定是不够看了。标准模式平均色偏呢是1.4，色准控制的还行。相对的优势呢是 1080p 分辨率加 RGB 标准排列的 LCD 屏，文字显示精细度不错。通常来说，主打电竞的扬声器手机在马达震感、扬声器效果肯定是拉满的，但 X40 GT 这方面的表现就让人非常迷惑了。顶部虽然说有类似扬声器的开孔，但其实呢是单扬声器。还有呢就是内置的马达震感很拉垮，打字的时候呢各种嗡嗡的感觉，一度让大米以为这是转子。但仔细用一下呢，确实更接近 Z 轴，问了一下客服呢，也确认是 Z 轴马达。至于相机方面，电竞手机、游戏手机，我们的要求通常是能够扫码就行。但这次 X40 GT 的主摄也是再次刷新了我们测试过的电竞手机里面拍照下限了。2颗200万像素的战术副摄就不提了，关键是这个主摄其实也是副摄级别的，不说和 IMX 766级别的 GT Neo 3相比，就是和 K50 这种扫码选手对比的话，也是要更差些的。尤其是晚上暗光场景下，因为小底加上没有自动夜景算法，各种噪点细节的模糊。相对好一点的地方就是这一次续航不错，300尼特亮度，5G 加 WiFi 续航测试 ，X40 GT 的成绩呢是6小时23分，是我们测试过的88机型里面最好的。一方面是调度相对弱些，另外呢就是 X40 GT 游戏场景也是降画质明显，所以说这个续航成绩呢也存在一定水分。66瓦有线充电，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8.73瓦时，完整充满耗时41分钟，是华为荣耀单电性66瓦方案中速度比较快的了。总的来说啊，这台机子无论是核心体验还是外围规格，放在2000这个价位段确实是没啥优势。屏幕整体素质呢不太行，马达扬声器挺拉垮。王者荣耀强制加画质，原神最新系统虽然说不降分辨率了，但是帧率稳定性和流畅度表现呢，和游戏手机、电竞手机呢也是没啥关系的。可能外观辨识度、系统流畅度勉强算2个优点。另外，作为88机型，续航表现不错。当然，这些特性放在如今的2000档位来说，其实也算不上什么优势。比如说，同价位的 GT Neo 3 K50，在天玑8100加持下，无论是日常使用发热还是游戏体验都不错。至少王者荣耀不需要强制降分辨率来保证流畅度和发热。外围规格上，屏幕、扬声器、马达、拍照呢也都要更好。所以这次荣耀 X40 GT 啊，基本就是套娃 X30 用来清88库存的机子。尤其是目前这个时间节点，不少骁龙8加机型已经是降到了2500档，天玑810机型普遍进入2000以内啊，完全不建议大家再购买啥火龙机型了。说到底呢，各家吹的驯龙只是选择了不同的摆来方向而已，真正的驯龙高手还是台积电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，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3连支持一波，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